开我！我沈渊在这个鬼吃人的世界里，被女友和她的前夫陷害，竟无限副本。这个世界太可恶了。这是哪儿？我有勇气，我都不怕，管他寒冬炎夏，炎夏。你到底是谁呢？我头发呢？你头发多，你了不起啊？替我头干甚？我跟你什么仇？刚刚是幻境，这也太真实了吧！当前副本潼关节，难度白银1星，玩家人数1人，通关要求午夜进入棺材中并成功存活，死亡规则子夜禁言，玩家发出任何声响将立刻惊醒鬼嫁娘唐离，遭到抹杀。白银级单人本，子夜晋升，这破系统是不是有那个大病？我要想通关，就必须推着棺材板，推棺材板就一定会出声，出声就会惊醒这女鬼被秒杀。这特么是个死循环啊！检测到宿主濒临绝境，死亡抽卡系统绑定成功，只要被击杀即可触发无痛复活，并获得1次抽卡变强机会。被鬼杀就能无限复活，这就是我重生的金手指。既然被杀就能变强，那我还遵守什么规则？检测到宿主死亡，触发无痛复活中。恭喜宿主获得1次抽卡机会，获得 SS2级经验卡，等级提升5级。我真的没死，死1次换1次抽卡，等级直接飙升4级。喂，刚才那下力道不够，来来来，别睡了。什么情况？我刚刚明明扭断了这个人的脖子，怎么可能还没死？真是愚蠢的人类，竟然主动发出声音找死。既然你活够了，我就成全你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恭喜宿主再次触发 S2级技能卡顺手牵羊，成功透取鬼嫁娘装备血翼嫁衣，已自动转化为血色长袍，减免25%物理攻击。我的妈呀，系统，这对吗？对不起，搞错了，再来。顺手牵羊。连女鬼的装备都能爆出来，直接转化。喂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不对，我的嫁衣呢？你把我衣服……怎么，拿走你一件衣服就急眼了？来来来，朝这儿打！你这个无耻小贼！检测到宿主死亡，获得地级道具阴阳眼药水。堂堂白银级鬼嫁娘，就这点力气？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被我捏碎了好几次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我就不信邪了！杀你1次不够，那我就杀你10000次！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恭喜宿主获得2级道具尸油主。快快快，别停！小爷我刚热完身，继续杀我！
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恭喜宿主获得 N 级经验卡，经验加100。唉，这次手法太粗糙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恭喜宿主再次触发 S2级技能卡，顺手牵羊。成功透取鬼嫁娘装备玲珑绣鞋，已自动转化为黑色长靴，提升35点速度。喂，力气怎么变小了？别停啊，接着来。我的血呢？怎么杀不死？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我的衣服，我的血，怎么全都没了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喂，我都等半天了，你到底还动不动手？再杀我一次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家伙不管怎么杀都能复活，还把我衣服全脱光了！你别过来，我求求你，别再折磨我了，行不行？我不杀你了还不行吗？当前卡包剩余抽取次数1次，卡包还剩最后一次没抽，但这女鬼已经被吓破胆了，肯定指望不上她动手了。他要去干什么？他拿刀干什么？不要！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抽卡成功，获得 SS2级卡牌，死亡暴击。提示：死亡方式越惨烈越稀有，难度越高，抽卡品质越高。死亡暴击，死得越惨奖励越好，这设定简直是为我量身定铸的。死亡抽卡系统成功进阶至晋级版 ，N 卡概率降低 ，SSR 卡概率上升。抽卡系统还能升级，降低垃圾卡的概率，提升 SR 爆率。他又活了，他居然真的能无限复活，不管怎么死都能毫发无伤的站起来，连装备都能顺走我的。我堂堂一个白银级怪谈的鬼，居然拿一个人类毫无办法，这到底是谁在过副本，谁在折磨谁啊？我不干了。卡包抽完了，接下来得赶紧想办法通关出去，外面还有账要算呢。背景介绍里说过，子夜时分独卧关中，破局的关键点应该是时间。挂钟的指针没动，手表时间也死死卡在24点，故意冻结时间。看来在这个房间里硬熬是行不通的，应该还有别的突破口。他在找出去的线索。对啊，只要他通关出去了，我就解脱了。我必须帮他。我一个白银级怪谈的鬼，不仅被这个人薅光了装备，现在居然还要上赶着帮他找线索通关。那个，我知道通关线索，我可以帮你出去，你别折磨我了，行吗？我可以帮你出去，你别折磨我了，行吗？帮我？免了，副本要自己亲自打才有意思。再说了，难得看到堂堂白银级女鬼被吓得可怜巴巴的样子，直接通关岂不是太可惜了？你简直是个无赖，不识好歹！我不管你了。既然关键是时间，而规则又是子夜禁言，怪谈里的规则往往就是突破口。哼，不让发出声音，那反向推理必定会发出声响的地方，才藏着真正的线索。这扇刺卧的门过于老旧，只要推开，绝对会发出噪音。他又故意违规了。我身为鬼嫁娘，现在必须立刻冲过去杀了他。可是杀了他，他又会复活，还得扒我衣服。算了，毁灭吧，就当没听见。钥匙。果然也是个响声源。通关条件是独卧关中寻求契约，现在这里有具干尸，
我是该把他扔出去一个人躺，还是跟他一起躺？管他的，反正能无限复活，所有选项全试一遍就完事儿了。他疯了吗？把干尸扔出去一个人躺，这可是必死触发机制啊！等等，你一个人躺进去会……等等，我瞎操什么心？这家伙可是能无限复活的怪物，我居然怕他死，我真是疯了。检测到宿主触发必死曲局，遭到抹杀，触发无痛复活中。规则抹杀居然对他无效，这到底是什么挂逼啊？女鬼姐姐，你刚才是在关心我吗？谁关心你？我是怕你死在里面脏了我的地盘，少自作多情了。这下对了。恭喜玩家沈渊成功通关白银级副本通关节，通关评价 SSS 级，史无前例，获得通关奖励15000金币、3000经验。恭喜玩家等级飙升，突破至5级，玩家登顶全服，霸榜第1，获得额外冲榜奖励，随机白银级装备乘3。SSS 级评价，全服第1，不仅直接升到了5级，还爆了3件白银装备，这简直赢麻了！副本精算完毕，额外获得 SSSR 级道具。这就是我重生的金手指。卜卦卡提示：宿主只要在连续通关3次怪谈副本，即可100%解锁传说中的隐藏职业。连续通关3次就能100%解锁隐藏职业，这金手指简直逆天了！混蛋，强盗，把我的嫁衣和绣鞋还给我！千万别让我再遇见你，不然我一定……气死我了！终于升到5级了，通关奖励的3个白银装备盲盒正好拿出来一起开了。开启盲盒，开启随机白银级装备乘3，获得玄铁护镯、暗影腰带、幽光披风。这几件散装属性还可以，但如果用系统的合成功能，跟从唐离那儿薅来的嫁衣和绣鞋融合一下，效果绝对更好。合成成功，装备与进阶融合。不错，合成后的属性翻了倍都不止，现在身上有足够的底牌，做起事来就踏实。黑狼哥，算算时间，怪谈副本早就结束了。沈渊肯定估计已经被女鬼撕成碎片了。一个1级的废物，死在白银副本里也是活该。别废话了，赶紧找找他父母留下的那5000万遗产线索在哪，拿了钱，咱们好去国外。沈渊，你怎么没死？让你们失望了。沈渊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。就算你侥幸活着出来又怎么样？识相的赶紧把那5000万遗产的线索交出来。想要遗产，有本事你们就自己过来拿。父母去世后，为了保护我，将5000万遗产全部封存到了槽内符咒里。只有我这个传承者彻底死了，符咒才会失效，财产才能彻底显形。为此，这种可能，甚至使用道具把我骗进白银副本通关节里。目标或幽竹，等级2级，装备5。目标黑狼，等级7级，装备生锈的青铜大棒。一个2级，一个7级。黑狼的等级虽然比我高2级，但这破烂装备连老子长袍的一根毛都比不上。小可爱，找死！今天老子就亲自杀人夺宝，拿了遗产，你家这破房子也是老子的。黑狼哥，别跟他废话，打断他的手脚，看他还敢不敢在这虚张声势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防御光环？这不可能！一个1级的废物怎么可能穿得起这种装备？
么？这不可能！老子可是7级！黑狼哥，这不可能！沈渊，你明明刚过新手本，怎么可能直接升到5级？这是白银级装备！该死，这小子在副本里开挂了吗？大哥，饶命啊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那一战我1分都不要了，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沈哥哥，你别杀我，我也是被黑狼逼的，我心里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结束了，去地府忏悔吧。身体在虚火。对了，每周强制参与怪谈副本时间到了。又让这小子跑了！太邪门了，这小子到底在副本里撞了什么狗屎运？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直接升到5级，还搞到一身白银装？慌什么？这是每周的强制副本时间，他逃不掉的。按照规则，几个小时后，他必然会原路返回这个房间。黑狼哥，我们用这个道具提前布下必杀阵法，今天咱们就在这里守株待兔，等他出副本虚弱的那一刻，直接将他挫骨扬灰。假视频为了流量不要脸了，堂堂鬼嫁娘也开始炒作剧本了。我好心剪辑视频提醒你们这群蠢货，你们居然网暴我说是假的，气死我了！糟了，是判官霞姐，她肯定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你怎么回事？上一场副本怎么会有那么多次违规记录？我不知道我遇到了个什么怪物，它能无限复活，还把我的装备全薅光了，甚至连我的红盖头都被它强行掀开了。什么？红盖头被揭开？糟了，这意味着你们的契约已缔结。契约？那会怎么样？你必须在4个副本内尽快杀掉沈渊，彻底抹除他的灵魂，否则你会消失的。怎么回事？强制副本时间到了。就差一刀就能把那对狗男女直接送走，算你们命大。等我通关回去，看你们还能翻出什么浪花。当前副本发免卫生间，难度白银2星，玩家人数1人，系统建议6到8人进入。通关要求扮演新上任的物业管理员，调查卫生间水龙头不断涌出诡异头发的投诉怪事。这破系统是在教我做事吗？小爷我从来都是单杀。哈哈，快看这个人，居然敢一个人进白银2星副本，真是找死！准备开席喽！完蛋了，刚才怎么一不小心把直播开了？沈渊，这个活阎王怎么也匹配进这个副本了？完了完了！等等，你们看清楚这小子的脸，这个人不就是唐提那个视频里能无限期复活的家伙吗？笑死我了！一个人类单打白银2星本，这小子是赶着投胎吗？看他那穷酸样，估计连个青铜道具都没有，唐离一根头发就能把他切成肉泥。怎么又遇到这个瘟神了？你必须在4个副本内尽快杀掉沈渊，否则你会有大麻烦。不管了，为了活命，这次我必须彻底杀了他。来得好！还以为是个什么深藏不露的大佬，结果是个张开双臂主动送人头的傻子，笑死我了！这人类脑子绝对有问题，连躲都不躲。全剧终，大家准备开席喽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在白银级副本的绝对绞杀下，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不对劲，他刚刚死前那兴奋的表情是怎么回事？他真的就这么轻易死透了吗？这家伙该不会又在憋什么变态的阴招吧？
检测到宿主死亡，触发梧桐复活中，恭喜宿主获得 S22级道具疼痛储蓄罐。该道具可完美储存宿主每次死亡间承受的所有痛苦，并在需要时将等量痛觉100%转移至任意指定目标身上。疼痛储蓄罐，能把死亡时的疼痛储存起来转移给别人，简直是杀人越货的神器啊！不，还好，衣服还在，居然又活了！我今天就不信杀不死你！就这点力气，没吃饭吗？再使点劲杀我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恭喜获得 N 级道具强效金疮药 ，R 级道具初级精神药水。哎，你这绞杀的力度怎么越来越小了？我操，这小子怎么死个没完没了？这到底是什么逆天天赋？怎么连个毫毛都没伤到？大家别慌，稳住军心。这种逆天的复活技能绝对有极大的代价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他的复活上限一定是10次，第11次他必死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恭喜获得 S2级道具提线木偶。使用该道具可无视规则，强行操控任意副本道具一次。无视规则强行操控，这可是个反客为主的底牌。必要的时候可以借着这东西拿回主动权。第11次了，力度还可以，继续保持。霞姐，她刚刚死了第11次了。那是20次，绝对不可能超过20次。一旦超过，他就会魂飞魄散。第21次了，有点无聊了啊。21次了，霞姐的猜测被疯狂打脸啊！这还玩个屁呀！我看她气色反而越来越好了。到底我是鬼还是你是鬼啊？不能再拖下去了，霞姐可是发了最后通牒，要是4个副本内解决不了她，我就彻底完了。想我堂堂白银级怪坛的主理鬼，居然被一个人类逼到这种地步，今天就算拼着受伤的风险，我也必须把他彻底抹除。我靠，白银级 BOSS 直接开大招了，这密度，这压迫感，根本连1厘米的缝隙都没留啊！这可是最终一击，他绝对必死无疑。绝不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。唐离这是连命都不要了，这波反扑太狠了，这下这小子总该死透了吧？活该，让他嚣张，看他还怎么复活。大家放心，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绝对绞杀下，他就算能复活又怎样？重生的瞬间，他的身体就会被就地的鬼发再次瞬间秒杀。他会被永远卡在复活、被秒杀、再复活的无限循环里彻底玩完。哟，憋了半天，终于舍得下血本了。这声势倒是不错，看着挺唬人的，就是不知道这杀伤力够不够大。这大招来的简直太是时候了，我正愁怎么刷出极品道具呢。系统可是有死亡暴击机制的，死法越惨烈越稀有，爆出的奖励就越豪华。既然要死，那就得把利益最大化。别光顾着捆人，来，有种就把我当场切成10000份，少一块我都看不起你！别光顾着捆人，来，有种就把我当场切成10000份，少一块我都看不起你！怎么可能？头发竟然脱离了我的控制，他又对我的头发做了什么？吓我了，我还以为这小子真能逆天呢，到底还是被唐离秒了。我就说他绝对撑不过去，在白银级 BOSS 的本源绞杀下，什么道具都是徒劳。这小子现在肯定已经魂飞魄散了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
触发无痛复活中，无痛复活完成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都不死啊！白银级 BOSS 的本源绞杀都没用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的判断绝不会错，他怎么可能在那种级别的绞杀里复活？沈渊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完了，这都杀不掉的。检测到宿主死亡方式极其惨烈，成功触发超大死亡暴击。恭喜宿主获得 SSR 级道具卡组队契约。道具说明：此卡可与特定有过多次共同副本经历的 NPC 缔结强制契约，使其成为宿主的专属鬼宠。当前符合条件目标鬼嫁娘唐离，契约进度变更为2/4。唐离，契约进度，难怪这卫生间里的攻击手段这么眼熟。原来这个副本里藏着的女鬼 BOSS， 就是上个副本里被我薅光了装备的那个倒霉女鬼。哼，好家伙，原来你躲在这儿呢！我就说这满屋子的头发怎么这么眼熟？怎么，唐离大人换了个副本就不认识了？躲在浴缸里跟我玩躲猫猫呢？他认出我了，他怎么知道是我的？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别过来，求求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，别掀开！这不是上个副本刚被我拿走嫁衣的唐离大人吗？怎么躲在鱼缸里抖成这样？是不是没有嫁衣太冷了？要不要哥哥我给你个温暖的拥抱？闭嘴！你这个无耻的活阎王！我今天非要把你大卸八块不可！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气势，不过还不够密，给我来个360度无死角的全屏覆盖攻击，一根头发丝的空隙都别留！全屏绞杀，这密度连只苍蝇都活不下来。这个小可爱终于死透了！干得漂亮，唐离！这下这小子绝对被碾成渣了。检测到宿主遭受无死角全屏毁灭打击，成功触发超大死亡暴击。恭喜宿主抽中 SR 级组合卡，顺手牵羊加点10成金。什么？这套组合效果简直太适合收集资源了。顺手牵羊，拿来吧你！又来！我的发冠成功借取核心道具前发冠，白银级道具介绍：副本内鬼怪控制漫天鬼发的核心枢纽，佩戴后可赋予使用者极快的瞬移能力。怪不得唐离能操控这么多头发，这下到我手里了吧？不过白银级有点不够看，使用点10成金，给我升！升级成功，获得黄金级神装骸骨凤冠。道具介绍：由白银级进阶而来的黄金级神装，拥有绝对瞬移的能力。黄金级神装，这绝对瞬移的保命神器，比之前那种慢腾腾的移动强太多了。你这混蛋又开始偷我衣服，而且我居然完全控制不了副本里的头发了！不好，前发冠被抢，连带我留在鬼发里的烙印也被抹消了。现在这些头发没有了压制，彻底反噬暴走了。失控了，正好顺手试试刚出炉的黄金凤冠有多好用。你疯了，快躲开！啊，他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的？我靠，这绝对是瞬移，速度快到肉眼都跟不上了。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怪胎？当前卡包剩余抽取次数2次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触发无痛复活中。
恭喜获得白银级技能牌火树银花。白银级范围攻击伤害技能，使用后可召唤大范围明火进行无差别焚烧。不错，正好弥补了我目前大范围打架伤害能力的不足。以后下副本清小怪物可以靠它了。还有一次机会。恭喜解锁全新功能幽冥商铺。功能介绍：可将无用低级卡牌和道具回收转化为幽冥券，并在商铺内兑换强力装备和道具。回收利用，好东西啊！以后我那些刷出来的垃圾道具，总算能有点价值。回收一件青铜装备才给10张幽冥券，买一件青铜装备居然要1000张！黑商，黑商，黑商！哟，还躲！羊毛薅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结束这个副本了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触发无烫复活钟。看来不行，白银2星的怪谈不可能靠这种简单的物理破坏强行通关，必须去寻找故事背景和解密线索。1年前，101屋传来异味，物业发现当时的村户发生意外，离奇身亡。3个月前，202屋投诉楼下201屋夫妻大半夜激烈争吵，随后整晚伴有哗哗的水声。2个月前，202屋时察觉201屋的妻子不见了，丈夫借口说她回娘家了。1个月前，101屋的新女租户投诉，下水道总有恶心的头发涌出，可物业检查了很多次，却始终找不到原因。原来如此，线索全都串联起来了。201屋的丈夫在3个月前除掉了妻子，并通过下水道销毁了罪证，所以那晚才会有整晚的水声。妻子的头发顺着下水道被冲到了1楼的101室，因为怨气极重，化作了鬼发。那个渣男做贼心虚，便在101屋布置了这套镇邪风水，导致这团杀妻鬼发被死死困在这里，根本无法上楼去找他复仇。无处发泄怨气的鬼发最终彻底失控，反而把1个月前新搬进来的无辜女宿，也就是唐黎扮演的这个角色，给残忍杀害了。所以这个副本真正的通关解法，根本不是去和这些头发硬刚，只要我解决了这破阵法，把路给他让开，这团鬼发自然会去找他真正该找的人算账。怨气一散，副本自然就通关了。不过我得先去确认一下，这位罪魁祸首现在是不是还舒舒服服的躲在楼上？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有病啊！没事，就看看你睡得香不香。你继续。他拿锤子干什么？等等，他不会是……你要干什么？那是压制怨气的阵眼，不能动！我靠，这小子拿锤子走向神像了，他不会是想砸阵眼吧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阵法一破，这团积怨已久的鬼发绝对会暴走。这人类脑子进水了吧？那是镇压暴总鬼发的阵眼，砸了大家一起死，纯的莽夫行为。他以为用蛮力破坏地形就能通关吗？坐等他被失控的头发反噬吞噬。他不会连阵眼和线索都分不清吧？不，这家伙精得像鬼一样。他敢砸阵眼，难道是想借刀杀人？去吧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谁欠你找谁去。他不仅不跑，还敢直接开口命令这些失控的鬼发。我操！头发没攻击他，头发去找凶手复仇了。他根本不是在乱猜，他把整个副本的故事线全盘算透了。鬼发顺着下水道爬上2楼复仇，场面肯定很刺激。万一那个人渣吓破胆，开门跑出来求救，可就不好了。
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物业，我当然要帮业主锁好门，保障小区的安全。主线剧情应该结束了，但 NPC 身上的诅咒还没解除，看来这是个隐藏的进化支线，干脆顺手通个完美结局吧。他又要干什么？阵法都破了，他还要杀我灭口吗？还是他想用更变态的方法折磨我？这么漂亮的头发弄得脏兮兮的，多可惜啊！放轻松，哥哥的手法可是专业的，保证给你洗得干干净净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个变态，放开我！不是哥们儿，这对吗？堂堂白银级诡异大 boss， 居然被一个人类在浴缸里洗头发！你检测到目标诅咒已洗净，隐藏支线超度与净化完美达成。副本发眼卫生间已结束，即将强制传送玩家离开。服务到此结束，手艺还满意吧？下次匹配到记得给哥哥个5星好评。滚！谁要见你这个死变态？最好死在外面，永远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全服最高级别破报，恭喜玩家沈渊以 SSS 级评价完美通关发梦卫生间，打破历史记录。发放 SSS 级通关奖励：第一件蛇牙匕首白银，第2件突袭者披风白银，第3件破云戒白银。破云界的移速，配合突袭者披风的残影，再加上骸骨凤冠的无视空间瞬移，再加上之前顺来的血翼加1的防御和玲珑嗅穴的灵动，不知不觉6个装备栏已经满配了。哟，终于出来了！我还以为你要躲在副本里当一辈子缩头乌龟呢。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动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就这破阵法也想蹲我的点？伤害吸收成功，已强制100%转移至指定目标。怎么回事？杀阵的法师怎么会打在我们自己身上？不可能，这可是能秒杀高阶玩家的必杀阵法，他连动都没动，怎么可能反弹？别被他唬住了，他肯定是用了一次性的保命底牌，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！还是这个用的顺手。一起上也好，省得我一个一个整。你身上的装备，还有这个称号，全服第一。6神装，这才短短几天，
你怎么可能升到7级，还凑齐了一身极品6神装？你们不需要知道，下辈子蹲人之前，记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战力。这一趟薅得盆满钵满，也算没白忙活。接下来好睡一觉，准备迎接下一个副本吧。无耻、流氓、死变态！居然在几千个鬼怪面前当众调戏我，还强行把我的头发给洗了！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在那样全凭无死角的本源绝杀里，他居然还能满血复活，甚至实力变得更恐怖了。这次又没能解决掉他。也就是说，我只剩下最后2次机会了，再杀不了这个火焰王，我就要没了。霞姐，行了，不用说了，直播我都看了，不怪你，是那个叫沈渊的家伙太古怪。不过你是本判官麾下的鬼，他3番2次羞辱你，薅你羊毛。判官罗盘，霞姐，你这是要……虽然由于规则限制，本判官无法亲自下场去现实世界抹杀他，但既然他还要继续下副本，那就是自寻死路。我已经锁定了他的 ID 和下一场副本的匹配机制，本判官今日便强行干预系统匹配。第1，我用秘法强行开启了强制指定器，不管他进入什么副本，你都将被强行塞进他的新副本里。第2，我将他即将进入的普通副本直接拉升到致命的黄金1星难度。黄金1星，霞姐，那可是连高阶资深玩家进去了都9死1的死亡级怪谈啊！白银级杀不死，我就不信在这规则更恐怖的黄金级怪谈里，他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。当前副本咒堕铁笼，难度黄金1星，玩家人数6人，通关要求调查该栋楼的怨恨根源，并彻底解决怨恨。直接跳到了黄金1星变异本，不过也好，高风险对应高回报，刚好看看黄金级的怪谈能爆出多肥的羊毛。既然分到一组了，大家都先报个门面吧。我叫太强，体能强化系，主打前排扛伤。大家好，我叫小黑土，是个辅助，希望能和大家通力合作。小黑土，这什么破名字，听着跟路边的野狗似的，真是晦气，匹配到这种拖油瓶。就是，子期别理他，这种炮灰估计活不过第1个晚上。我是刘哲，这是我女朋友朱子琪，我们俩都是输出。我叫周不言，习惯单走。周不言，你就是那个新人榜排名第3的大佬周不言。居然是周大佬！大佬，这次副本你可得多罩着点我们呀，我们全都听您指挥。对，周哥，有您在，这黄金副本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你俩这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，欺软怕硬，踩高捧低，不累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教训我？信不信一会儿出了电梯，不让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？别吵了，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何必内讧呢？好心，你们俩废物就该锁死在一起当炮灰。全服第1。
这才刚开局，怎么一出门就直接糊脸啊？完了，我们全得死在这儿！哟，这不是唐离大人吗？怎么舍不得哥哥？还是头发又脏了，想让我帮忙洗洗？他疯了吗？那可是黄金级女鬼啊！他居然敢这么跟他说话！全服第一大佬，平时都这么勇的吗？闭嘴！你这个无耻的死变态！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我非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！怎么了？大家小心，女鬼发怒了！不好，那攻击冲着沈渊去了。太快了，根本躲不开。就算是全服第一，硬接这一击也必死无疑。检测到宿主遭受致命打击，触发无痛复活中。叮，检测到死亡难度极高，成功触发超高加暴击。恭喜宿主，系统已为您永久开通最高级别卡池 U2 级卡池，后续抽卡将有概率获得突破规则的究极道具。U2 级卡池，比 SSR 还高级。看来这系统还是懂事儿的。副本难度越高，挨打的收益就越大，以后能刷出来的底牌上限也被拉高了。还好刚才黑灯瞎火，这帮人没看见我被秒杀又复活的画面，倒是省了我起势的功夫。我靠，硬吃黄金级女鬼的必杀偷袭，居然一点伤都没有！这还是人吗？毫无防御动作，却能毫发无伤地扛下那种攻击，这就是全服第一的实力吗？警告，检测到玩家受到严重惊吓，理智值正在大幅度滑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的数值怎么就还一半了？我也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黄金级副本的特殊机制，理智值。在这个副本里，一旦因为恐惧导致理智值清零，不管你血条多厚，都会被副本规则直接抹杀。你们刚才吓破了胆，理智马上就要归零。周大佬，救救我们！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通常情况下，想要恢复理智值，只能在副本内搜寻道具，但现在我们被困在电梯里，根本无处去找。先前刷出来了幽冥商铺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。高级理智药水，这种极其罕见的保命道具，你哪来这么多？沈大佬，刚才都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求求你卖我们一瓶吧，我们不想死啊！卖，好啊，10万积分一瓶，或者拿你们身上所有的道具来换。10万？你直接让我们倾家荡产，你怎么不去抢？不买，那我收回去了。买，我们买。送你了，喝吧。送我？这么贵重的东西不行，我买不起。我这人恩怨分明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这混蛋绝对是故意的，敲诈我们倾家荡产，转头就拿去送人，真不是东西。等有机会，我非要让他把坑我们的连本带利全吐出来。怎么回事？警报怎么响了？我靠！你们快看，这是什么鬼情况？按钮，所有的楼层按钮怎么全变成4了？救命！电梯一直在下坠。所有按钮都变成了4，说明这趟灵异电梯的唯一终点就是4楼。一味逃避只会摔死，想要破局就只能主动按下它。沈渊，你这个疯子，你自己想死别拖着我们，4楼是必死死局。你疯了是不是？死就是死，你想害死大家吗？滚开，让我按警报键。子琪，简直是蠢货！他触发了电梯的禁忌规则，在灵异运行中强行乱按按钮会被规则直接抹杀。检测到宿主遭受规则抹杀，处罚无痛复活中。恭喜宿主获得道具3000怨丝。道具介绍：由怨气凝聚而成的特殊道具，可随宿主心意对目标进行大范围的强力捆绑、束缚与绞杀。好东西啊！
上个副本刚被这种头发捆过，这回轮到我拿它去捆别人了。沈大佬，太神了！您临危不乱，居然真的把电梯给停住了。这才是全服第一的心理素质啊！牛！还好刚才黑灯瞎火，这帮人根本没意识到我刚被秒杀了一次。你既然知道按下4楼能停住电梯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按？你为什么不拦着子琪？你要是早点告诉他，他就不会死了。是你害了他。我拦他，他上赶着找死，还指着我的鼻子骂。我凭什么惯着他？我是他爹吗？我停下电梯救了你们的命，你不感恩就算了，还在这儿跟我玩道德绑架。怎么这么舍不得你女朋友？要不我现在就把门扒开，你跳下电梯井去陪她。怎么没路了？电梯门外面怎么是一堵墙啊？一面破砖墙而已。看我的！这里怎么会有活人？去问问就知道了。两位大哥，这大半夜的，怎么还在拆楼啊？这破楼邪门的很。自从404发生那桩惨绝人寰的悲剧后，这楼里就整天闹鬼，根本没人敢住。老板发了话，今天连夜把这栋楼拆了。鬼？他们是鬼？是副本残留的记忆回放，系统在借他们的口给我们提示。看来我们要找的线索就在404。大家快看，电梯不见了！退路没了，我们被困死在这层楼了。触感是实心的，没有任何机关或障眼法，电梯是真的从这个空间彻底消失了。有字，但是被糊住了。这商铺还真是什么杂货都卖，不过用来对付这种满是灰尘的老掉牙线索，倒是刚好。沈大佬，这上面写的什么？第一章，大楼拆除公告，本大楼将于2010年10月14日正式爆破拆除。第二章，物业封条，2000年8月4日，404市发生特大命案，现已永久查封。沈大佬，这2张公告差了整整10年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明白吗？刚才的工人说今天连夜拆楼，说明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线是2010年拆楼的这一天，但惨剧发生在10年前的2000年。那部电梯根本不是简单的上下移动，它是一个时间穿梭剂。系统让我们调查怨恨的根源，光看一堆废墟有什么用？想要破局，就必须回到10年前命案发生的当晚。所以，电梯消失不是因为我们被困死，而是因为在这个时间里，我们需要去404市找到重新召唤电梯的媒介。只要坐上电梯，就能继续回到过去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全服第一，脑子转得太快了。逻辑严密，一针见血，跟你组队，确实能省去很多麻烦。行了，既然目标明确了，那就去404市拜访一下吧。大家分头找找，看看有没有能用的线索。这种散发着高阶怨气的法阵，明显是致命的触发类陷阱，普通玩家碰见肯定绕着走。但我既然有无限复活的底牌，用不着这么小心翼翼，直接拿命去趟雷，才是获取线索最高效的方式。不是吧，这么多啊！检测到宿主遭受高阶阵法怨气抹杀，触发无痛复活中，恭喜宿主触发暴击抽卡，获得 S2级道具阴阳眼药水。道具介绍：滴入双眼后，可短时间内看穿一切伪装、幻象与隐藏属性。阴阳眼，正愁这黄金副本里的机制太多看不透，这药水来得刚好。画师周不言，一向独来独往的冷酷独狼大佬，
居然藏着个神棍职业。哥们儿，平时算卦准吗？要不给我算算这把吉凶？怎么可能？我的隐藏职业是卦师这件事，从未向任何人暴露过。他怎么可能直接看穿我的底牌？沈大佬、周大佬，你们快看，电梯门又出现了。奇怪，我们在404里也没碰什么机关啊，这电梯怎么自己就回来了？看来只要进了404，触发了这里的机制，藏在时间片段里的电梯就会自动被召唤出来。行了，既然退路出来了，那就准备回电梯吧。真正的线索还得去更早的时间线里找。子期死了，你却赚得盆满钵满，还把我全身的家当都搜刮干净了。全服第一又怎么样？被偷袭还是会死。大佬，小心后面！刘哲他疯了，居然搞背刺！从刚才开始，李志直就一直在危险边缘试探，现在彻底疯狗入脑了吗？正好，拿你试试心得。可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这点偷袭的本事，连给我抓痒都不……怎么这么着急想去陪你女朋友？那我就顺手送你一程。不要放开我！警告：玩家刘哲理智值归0，触发副本抹杀规则。不要，我还不想死！真不愧是全服第一，这底牌和手段太狠了。走吧，别耽误时间。这还是刚才那个鬼地方吗？怎么变得这么新？你们看，布告栏上写着：欢迎各位业主喜迎交房，恭喜404是新婚之喜，落款时间是2000年1月。我们回到了10年前，这栋楼刚刚交房，命案还没发生的时候。我靠，居然真的穿越时间了！电梯是时间穿梭机的机制，完全被你猜中了。这个死变态，居然这么快就看穿了副本的机制，再让他查下去，我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。不管了，直接全部抹杀！怎么回事？又来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躲不开！正愁找不到机会刷奖励，完了！这送上门的暴击不拿白不拿，顺手还能收买个辅助小弟。血赚！检测到宿主遭受血柱越界抹杀，触发无痛复活中。叮！恭喜宿主触发超高评价暴击，获得 SS 级特殊道具百鬼界的手机。道具介绍：可无视副本屏蔽，连接百鬼界网络。沈大佬，您居然为了救我硬扛这种攻击，以后我小黑土这条命就是您的。顺手的事，躲在我后面别乱跑就行。这股狂暴的血色光柱，还有这急头白脸的攻击架势，这味道未免也太熟悉了。除了唐离，还能有谁？让我来查查，这小妮子是不是真一路尾随，躲在附近偷窥我？果然躲在上面。得手了，现在还不死？别躲在上面偷看哥哥，电梯井亏大，要不要下来我再帮你写个道？他怎么会有我们百鬼界的通讯频道？而且他居然没死！你们看，这次的布告栏上贴着寻人启事，寻找走失女童，落款时间是2000年8月2日。看来我们来到了命案发生的前2天，也就是失婴时间线。我的孩子呢？你把我的孩子弄去哪儿了？阿姨，您先别急，孩子是在哪儿走丢的？就在这栋楼里，我才转身回屋拿了个东西，孩子在走廊上就不见了。哭，就知道丧着个脸哭，丢了活该，整天就知道给我找晦气。看来这就是4045惨剧的导火索，孩子走丢导致了后续的命案和整栋楼的怨恨。我们得赶在悲剧发生前找到孩子。太强，你和小黑土去楼上搜，周不言，你去楼下，大家分头行动。好，沈大佬，那你呢？我去那边的死角看看。是。死变态，真以为躲过一次，本姑奶奶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吧？今天我非把你堵在这儿，挫骨扬灰不可！哟，这不是全服第一的大佬吗？怎么，
队友都不在，一个人跑到这种死胡同里来了。哎，唐离大人，怎么收到我的短信，激动的亲自跑下来接驾了？这身红衣服挺好看的，就是杀气太重，不够温柔啊！我温柔你大爷！给我死！检测到宿主遭受黄金级女鬼致命轰杀，触发无痛复活中。恭喜宿主触发暴击，获得高阶经验卡乘5。力道不错，再来点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检测到宿主遭受抹杀，复活中，获得高阶经验卡乘10。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至8级。检测到宿主遭受抹杀，复活中，获得高阶经验卡层15。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至9级。多谢唐离大人帮我刷级，这连升2级的感觉爽啊！打不死，根本打不死，他为什么反而还升级了？怎么停手了？哥哥，我现在经验值正好卡在一半，要不你再费点力，帮我凑个整。你无赖，我不打了。找到了，原来躲在这儿。唐离大人怎么还不走？怎么，看我抱孩子眼馋了，想跟我凑一家3口过日子？谁要跟你过日子？你这个不要脸的变态！行行行，唐离大人说的对。你给我闭嘴！沈大佬，你找到孩子了？我的宝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吓死妈妈了！哭什么哭？这不是好端端的吗？一天天就知道一惊一乍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明明是你在走廊上没看好孩子，怎么全怪在老婆头上？关你屁事儿！老子教育自己老婆，轮得到你插嘴？别怪他，是我不好。我老公他每天赚钱很辛苦，只是脾气急了点，他不坏的。这女的脑子有坑吗？都被骂成这样了，还替她找借口。算了，好言难劝想死的鬼，人教人学不会，是教人一次就够。尊重他人命运，放下助人情节。这一次布告栏上写着市妇幼保健院住院部须知，落款时间是1996年。看来电梯继续往前穿梭，把我们带到了这家人的医院时间线，也就是那个走失的孩子刚出生那年，回到了4年前。要想彻底整明白404市的怨恨根源，光看表面不够，我们得去病房里调查一下 NPC 一家的往事。硬拼拼不过，我就不信偷袭也杀不掉。本姑娘屈尊降贵，装成发线索的产妇 NPC。等她过来找线索毫无防备的时候，我直接一击必杀。这熟悉的怨气，这笨蛋女鬼该不会是伪装成了病床上的产妇 NPC， 打算钓鱼执法吧？这红光那么亮，真当我是瞎子吗？怎么上一秒还在追杀我，这一秒就躺在床上等我了？这个死变态，给我去死吧！不好，是陷阱，快退！沈大佬，快跑！沈大佬居然没躲开，那血丝的速度太快了，连沈大佬都没反应过来。检测到宿主遭受黄金级寒怒抹杀，触发无痛复活中。丁，检测到死亡难度极高，触发超高评价暴击。恭喜宿主获得 U2 级道具千机顿悟。道具介绍：使用后可永久时提升宿主的学习领力视觉能力。恭喜宿主获得 SI2 级经验礼包，10倍动态视觉和领悟力。这 U2 道具简直就是自带了物理外趴，还送了一个礼包。这波羊毛薅得太值。SI2 礼包使用成功，海量经验灌注中。恭喜宿主等级强势突破至10级，全属性获得大幅度提升。终于突破10级大关了。基础变版属性总算是追了上来，再配合我这一身6神装，容错率更高，适应千机顿悟。沈大少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么密集的攻击，他连躲都没来得及躲。完了，全完了！
那种密度的黄金级绞杀，就算是顶级的防御护盾，也得被切成肉泥了。这是触发了必死局的机制绝杀，绝对是死无生。沈大佬他没事，他还活着，这怎么可能？刚才那种绞杀，连灰都升不上啊！为什么还不死？你的命比蟑螂还硬呢！这种密度的无死角攻击，根本没有躲避的空间。太慢了，在10倍动态视觉下，这些刚才还快速踩影的血丝，现在简直慢得像乌龟爬。我靠，这是什么神仙走位，在那种攻击里散步？这不可能！怎么了，唐离大人？刚才不还挺凶的吗？怎么这会儿使不上劲了？力道不够啊！死变态！我今天跟你拼了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你根本就不是人，作弊的死无赖，爱死哪儿死哪儿去！沈大少，你居然把黄金级女鬼给活活逼退了！刚才那种密度的攻击，你一点伤都没有，你到底是什么神仙啊？1996年8月4日，产妇小瑶诞下一女，丈夫阿才得知是女孩后，大闹病房，拒绝签字。时间线和动机，这下彻底拼凑完整了。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杀妻案，更是一场被世俗偏见逼出来的家暴惨剧。1996年女儿出生，重男轻女的人渣阿才极其嫌弃，长期对小瑶施暴。到了2000年8月2日，也就是我们刚才经历的失英县，阿才是故意把女儿丢在楼梯间自生自灭的。虽然在那个时间点，孩子被我们找了回来，但在原本的历史里，孩子被弄丢后，绝望的小瑶和阿才发生了最后的冲突，所以最后的惨剧发生在2天后的2000年8月4日4:04时。线索齐了，走吧，回电梯去主时间线过去。救命啊！这电梯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是不是要塌了？大家抓紧，稳住！这次跨越的时间线太关键，空间在剧烈扭曲。你们这群赔钱货，这是哪儿啊？怎么跟地狱一样？好浓的血腥味，简直让人想吐！这里的怨气浓度比之前高了10倍不止。去死吧！你们这群赔钱货！沈大佬，里面的怨气太恐怖了，我们怎么进去？怎么进去？当然是走进去。多管闲事的人都得死！跟他拼了！不好，是绝对抹杀，根本挡不住。借着这双鞋的因素，如果冲过去强行挡刀，暴击得到的死亡收益绝对稳赚不赔。沈大佬，他为了救我们，用身体去硬扛住 BOSS 的必杀技。检测到宿主主动用肉身硬抗绝对必死局，成功保护全体队友，触发超高评价暴击。恭喜宿主获得白银2星空间系技能幻影凌风。技能介绍：激活后瞬间提升80%的移动速度，附带空间位移残影，但会加剧耐力消耗。空间系的位移技能正好弥补了我只有被动速度，没有主动爆发闪变的短板。虽然耐力消耗加剧，但配合我10级的属性妙本，完全耗得起。复活的时机刚刚好，等着狂暴能量完全消失再亮相，省得他们以为大白天见鬼。沈大佬，你没死啊？这他妈是什么逆天的保命被动？硬吃 BOSS 狂暴一击，连件衣服都没破。绝对抹杀规则，在他面前竟然像个笑话。这就是全服第一的真正底蕴吗？行了，基本机制我已经摸透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彻底破这个死局了。
沈大佬，我们不打 BOSS 了吗？打他有什么用？跟我回电梯。这死变态到底长了几个脑子？眼看他就要通关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！给我死！又是这招，躲不开！大佬小心！检测到宿主遭受高阶燃烧怨气致命击杀，触发无痛复活中。丁，检测到极限致死攻击，触发超高评价暴击。恭喜宿主抽中 UR 级特殊道具疼痛货币机。道具介绍：绝对稀有法则类道具，可将宿主每一次受到的死亡抹杀转化为等价的幽冥券，自动存入余额。死亡直接折现，好东西啊！这简直是无限提款机。以后谁杀我，谁就是我的榜一大哥。我没看错吧？刚才那的光柱明明劈中他了，沈大师居然又毫发无伤的活下来了。沈大佬到底是用了什么逆天的保命道具，还是有什么不死之身的绝技啊？十死无生的绝境，唯一的生机就在他身上。全服第一，果然深不可测。看来这大腿，我是保定。又是这小妮子，燃烧本源来杀我，这回估计气得不轻。这个死变态，不要脸！我燃烧怨气都杀不掉他，他居然还有闲心调戏我！沈大佬，那 BOSS 简直是个无法锁定的无敌怪物，连你都说不打他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破局？惨剧当晚的阿才，身上凝聚了整个副本最深的怨气和规则保护。那个时间节点的他，确实是无敌，硬刚就是送死。但别忘了，我们现在可是站在一台时光机里。你的意思是，既然未来的他无敌，那我们就用过去打败未来。我们回到10年前的新婚交房时间线，去找那个还没变成怪物的阿才。你们是谁啊？找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是物业安全办的，有人举报你们这栋楼的承重墙有严重开裂，特别是你们404室的正下方，随时有坍塌危险。什么？坍塌？我们今天才刚交房啊！废话少说，安全无小事。为了你老婆和未来的孩子着想，现在立刻跟我们去电梯里测试一下失重数据，签个字。不配合的话，今天直接给你们断水断电贴封罩。别！我配合，我跟你们去就是了。我靠，沈大佬，你这就把剧情 NPC 给绑架了，半拉半骗，硬生生把10年前的正常人给薅进电梯里，这游戏还能这么玩？用物理手段打破时间线的次元壁。副本设计师要是知道你这么钻规则的空子，估计得气吐血。这个死变态，他是真敢带啊！这可是正经的灵异解密副本啊，谁教他这么绑架 MC 的？这让我接下来的剧情还怎么走啊？走，带新郎官去见见世面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不是要测失重数据吗？怎么这楼变成这样了？别废话，带你来看点比失重更刺激的东西。那个正在打老婆孩子的畜生，就是几年后的你。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打小瑶？我那么爱她，我们今天才刚结婚啊！你骗我，这绝对不是我！多管闲事，给我死！
你这个畜生，放开他！我靠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能量怎么突然暴走了？这两个 BOSS 怎么自己打起来了？这是时空悖论引发的因果律反噬。当过去的正常人与未来的怨气聚合体在同一空间发生物理接触，副本的底层逻辑就彻底崩溃。这股能量不是在打架，而是在相互湮灭。小瑶，快走啊！带着女儿走，永远离开我，不要再回来！好，我走。开始崩塌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惨剧被阻止了。这是什么？居然真的被他破解了死局，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脑回路？这因果律反噬都被他搞出来了，我居然又没杀掉他，气死我了！全服通报，恭喜玩家沈渊带队成功解开执念，以 SSS 级极限评价完美通关黄金级变异副本404式的绝响。SSS 级评价，全服通报。我们跟着沈大佬沾光了，我居然活着通关了，还是 SS 级，沈大佬牛逼！正在发放 SSS 级结算奖励，恭喜玩家沈渊获得黄金一星戒指冥河之冠装备属性，解锁暴击率属性，暴击伤害提升至基础的200%，暴击几率额外加35%。好东西啊！我之前的面板一直是高防高敏，现在有了这枚戒指，爆发输出的短板彻底补齐了。以后打怪直接刀刀暴击！恭喜玩家沈渊获得黄金一星披风，永夜为幕。装备属性提供加500防御，加85速度。核心技能夜巡人，当防御值降低至50%后，自动进入3秒的灵体状态，期间不可选中，不可被攻击，且移速提升20%。3秒的无敌和加速，这简直是顶级的保命神技。配上我那些复活底牌，这下是真的想死都难了。触发 SSS 级隐藏奖励，恭喜玩家沈渊获得特殊道具不朽重构石，极其稀有的锻造神物，可无视任何材料限制，将一件装备跨级跃升，并引发属性的终极蜕变。跨阶跃升，这石头来的正是时候。好刺眼的光，这又是触发什么逆天动静了？这种级别的锻造波动，他居然在副本结算空间里直接升阶神器，重构成功，恭喜宿主骸骨凤冠跃升到钻石5星，基础防御属性突破2万大关，附加绝对防御屏障，2万防御的钻石级装备。哼，这下就算我站着不动让黄金级 BOSS 打，估计连我的防都破不了。沈大佬，这次真的多谢您的救命之恩，以后只要您一句话，我小黑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全服第一，实至名归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和你并肩作战。客气了，有缘再见吧。这连轴转的黄金变异本还真是费脑子，先把刚爆出来的几件神装和底牌清点一下，然后好好睡一觉。天塌下来也等我睡醒再说。不是吧？还有完没完？我这防盗门是招谁惹谁了？怎么天天有人上赶着来强拆？扫描完成，裴断红，等级29级，职业 A 级空间系异能者。
排场倒是不小。A 级技能孤坟。私闯民宅就算了，还乱改我家空间，这结界看着挺压抑啊。沈渊是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裴断红。之前死在你手里的黑狼，还有那个蠢货霍幽竹，不过是我手底下用来试探你的2枚废子。本来以为他们能把事情办妥，没想到还得我亲自跑一趟。原来你就是他们背后的主子，怎么？小的打不过，老的亲自来送人头了？牙尖嘴利，我今天亲自来，没空跟你过家家。我是为了拿走你父母留在遗产里的那份秘密资料。怀璧其罪的道理你不懂吗？那种级别的珍贵资料，根本不是你这种底层垃圾配拥有。交出来，我或许大发慈悲，直接碾死你，留你一具全尸。原来如此，原主父母留下的遗产里，居然藏着连29级大佬都垂涎3尺的秘密资料。难怪这帮人跟疯狗一样咬住我不放。不过他好像搞错了一件事，现在站在这儿，可不是什么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一口一个底层垃圾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。区29级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想拿资料可以，先把弄坏我门的钱赔了，1个亿修理费，少一个子儿，我今天都让你走不出这个门。1个亿，你脑子被副本里的怪踢了吗？一个刚刚爬到10级的蝼蚁，靠着点运气通关了几个低级本，就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绝对的等级碾压。还以为你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，连我一剑都反应不过来，也敢在我面前狂吠，真是不堪一击的蝼蚁。接下来就是找这家伙把遗物放在哪儿。检测到主人遭受 A 级空间系异能抹杀，触发无痛复活中，疼痛货币机已生效，本次死亡已转化为大额幽冥券，存入余额。29级大佬的平 A 就这点力道，没吃饭吗？连给我刮痧都不够啊！你没死？不对，肯定是高阶替死道具。难怪你敢这么嚣张，原来是手里捏着保命的底牌。不过这种稀有道具你顶多也就1个，我看你接下来拿什么挡？给我死 ！A 级技能，空间绞杀阵。哈哈哈！被空间乱流直接碾碎，看你这次还怎么活！连灰都给你扬了！疼痛货币机已生效，大额幽冥券已到账。这就是你的大招，声光效果倒是不错，就是伤害低了点。裴大叔，你这29级是花钱买的代修吧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还有替死道具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不信，我看你能复活多少次！给我死！力道偏了，没砍准啊！就这点能耐，接着来，别停！我看你还能嘴硬多久！哎呀，刮风了！闭嘴！这一刀切菜都嫌钝，再来！你就用这招还挺努力。好累。太弱了，太弱了！裴断红，你是来给我做针灸的吗？怪物，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人，哪有人能无限复活的？为什么不死？为什么？怎么不打了？那到我喽。怎么，刚才那股子要扬了我的嚣张劲？堂堂29级大佬，这就虚了？我可是连手都没还你。怪物，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根本就是个杀不死的恶鬼！我得逃，必须逃！玩够了，该办正事了。正好试试骸骨凤冠升到钻石劫后进化出的新技能，3000怨丝，现在可是6000怨丝。6000怨丝，给我锁！
放开我，不能杀我！谁记忆能整，我背后的公会绝不会放过你！等，沈渊，我错了，我投降，积分、道具、装备我都给你，资料我也不要了，求求你饶我一命！买命？晚了，你弄坏了我家的门，还弄脏了我的地板，去地狱里忏悔吧！晚了，我堂堂29级强者，今天居然要栽在一个10级的蝼蚁手里，甘心就算我活不成，你也休想好过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这枚禁忌卷轴的反噬会瞬间撕碎我的灵魂，但只要能杀了你，值了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死了，你也别想活，去那个死亡禁区里陪葬吧！靠，这帮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打不过就玩同归于尽，我还赶着睡觉清点装备呢，这又是要把我弄到哪儿去？气死我了！黄金级变异本，连因果律反噬都弄出来了，居然还是没杀掉他，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要是再杀不掉那个死变态，我就要魂飞魄散了。唐离大人怎么还不走？怎么，看我抱孩子眼馋了，想跟我凑一家3口过日子？不要脸，死变态，臭流氓！谁啊？大半夜的还让不让鬼休息了？崔判官，霞姐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唐离，别胡闹了，出大事了！那个叫沈渊的玩家，他的复活机制根本不是什么替死道具，那是某种完全无视规则的能力。这件事已经惊动了百鬼界的最高层，最高层都知道了。没错，高层经过推演，如果放任他继续成长，一旦等他羽翼丰满，整个百鬼界的底层逻辑都会被他一个人抽干，到时候我们全都要面临灭顶之灾。这是百鬼界的禁忌法宝深渊魂器，你们拿这种极度危险的东西出来干什么？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，这件魂器的具体作用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明白，这是目前唯一能彻底越过系统判定，将它从根源上抹杀的底牌。可是他现在已经通关回现实世界了，现实世界有主系统保护，我们根本过不去啊！天助我也！就在刚才，现实世界有人引爆了一枚禁忌空间强制卷轴，根据空间坐标显示，沈渊被那枚卷轴强行拉入了一个难度极高的副本。唐离，你身上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。这一次高层特批打破副本降临限制，我崔判官加上你，我们3鬼联手，直接强行降临他的新副本。哪怕拼着受到规则反噬，这一次也是将他彻底埋葬在那个禁区里，神魂俱灭。好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活着走出来。靠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，刚出狼窝又进虎穴了。副本名称洗煞，难度隐藏，玩家人数1人，通关要求扮演一名受热寻找失踪孙女的阴阳风水师，存活下来。副本提示：请神不如结亲，洗煞入骨。你就是那位阴阳先生吧？我老了没能耐了，我是救不回我的孙女了，所以只能靠您了。这东西您拿着，一旦灯灭，立刻就会触发禁忌抹杀，这是第一步试探。活人提烛，死人吹灯，这不是盗墓的规矩吗？大半夜在荒宅门口扯这个，摆明了是告诉我这宅子是个大坟包，而且这老太婆身上连一丝活人的温度都没有，这充满暗示性的话术，真当我是第一天玩游戏的新手？灯笼你自己提着吧，我夜视能力挺好的，至于开门，也不用劳烦您了。先生，不拿灯进不去的。是吗？那我偏要试试，不按你们的规矩来，会怎么样？在古代风水中，踩门槛是大忌，但我偏偏要犯这个大忌。他居然主动求死，不对，这家伙会复活，
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活人提烛，踩门槛抹杀，就这点不入流的陷阱和话术，演技太差了。下次想阴我，记得换个高明点的剧本。你滚回去重修吧。这香灰，莫非是在指引我前往主房？怪谈难道还能害怕我走错路不成？我偏偏先不去，人点烛，鬼吹灯。这怪谈礼物还没开张呢，正好死一次把卡包给抽了。这家伙到底在干嘛啊？我设计的香灰都指引的这么明显了，他为啥还往旁边走？这么看来，沈渊也不过如此。过往几次副本或许只是他运气好罢了。这个隐藏怪谈难度虽高，但压根就没有那么多弯弯绕，是他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白白耽误时间。以沈渊的性子，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复活成功。本轮死亡方式鬼火焚身，恭喜获得 S2级道具卡虚无果实袋。道具功能使用后，玩家将被藏匿于虚空，不可视、不可触，持续15分钟。但在持续期间，玩家自身也无法感知外界。把自己裹起来，别人的看不见，我也看不见别人。这幽冥商铺是卖不出去货，抽给我清理库存的吧？气死的！这厢房根本就是个摆设，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。这地方本就诡异，有一具尸体反而正常。不过这枯骨未免也太白净了，白白到骨头上连一点脏污和腐蚀的痕迹都没有。怪谈领域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，也就是说，这骷髅绝对不光是用来吓唬人的。这家伙真是百无禁忌，啥都不怕。第一次见就敢掀我盖头，第二次敢给我洗头，现在又直接跳井。无妨，井底虽然藏着东西，但找到就找到吧。单单只有那一个，在后面是没有用的。他探完井马上就要去主屋，到时候就该我出场。这次我非要亲手掐断他的脖子不可。质量不错，我的了。不服，不服憋着。我还以为是谁这么帅，原来是一面镜子。只能在镜子里看到。站那么远有什么意思？来吧，来我面前见我。这小子也太能撞了！唐离，别犹豫了，直接过去掐死他！小黎黎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这次的甲衣比上次那件好看啊，不过很快，它就是我的了。登徒子，你找死！小黎黎，这么怀念咱们的初相识啊！这单人棺材有点挤，你要不要也进来？咱们凑合凑合一起躺。闭嘴！谁要跟你一起躺？你这个死变态！给我淹死在里面吧！来得正好，省得我还要自己找死法。这种无死角的剧情杀，不抽一波卡，简直对不起这大好机会。奇怪，这小子怎么回事？刚才在院子里还知道跑2步，怎么被拉进棺材后，他连哪怕一点点本能的挣扎都没有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凡人终究是凡人，在面临深渊魂器加持的绝对绝境时，他直接被吓破了胆，连反抗的意识都丧失了。
检测到宿主遭受镜中世界血观逆菌抹杀，复活成功。触发死亡暴击，恭喜宿主获得被动战技书神级闪避步伐雷霆 Z 字闪。技能介绍：将宿主的闪避能力拉至极限，可预判敌方弹道与近身攻击，以 Z 字形雷霆身法进行无死角规避。恭喜宿主获得主动战技书狼袭突进。技能介绍：极短时间内的爆发性直线突进，附带霸身效果，无视低阶控制。漂亮！我现在的妙板属性虽然高，但总归是半路出家，近战身法和爆发突进一短比。有了这雷霆 Z 字闪保命躲技能，再加上狼袭突进拉近距离，这下我的近战机动性算是彻底成型。唐离啊唐离，你可真是我的送财童女。走之前还是学不会打招呼，小黎黎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。什么情况？这阵仗是要强行按着我拜堂成亲啊！小黎黎，你原来躲在这儿，这场面布置的挺用心啊！早说嘛，新郎官的位置我随时可以坐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谁要跟你拜堂？这满院的红煞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催命符，今天我要将你挫骨扬灰！什么情况？警告！玩家已触发当前副本终极 BOSS 鬼嫁娘明装红煞黄金级巅峰 ，BOSS 血量299919，附带强力杀伤与恢复技能，只有击杀 BOSS， 怪谈剧情方可继续推进。怪谈副本里直接跳出个将近30万血的数值怪，这简直就是纯纯的规则降维打击，这要我怎么打啊？就算我能无限复活，30万血我也磨不动啊，何况他还有回血技能。怎么，全服第一也有害怕的时候？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你和我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太快了！哈哈，狂啊！怎么不狂了？在绝对的数值碾压面前，他那点可怜的技巧根本不值一提。就是，唐离将近30万的血量，加上高额恢复技能，他就算能复活1000次、10000次，也休想磨掉唐离一丝血皮。30万血的 BOSS， 硬拼是绝对不可能赢的。既然是怪谈副本，一定有取巧机制，只是被那种强行降临的压制感盖住了。既然速度和身法是关键，那就把底牌全砸进去。系统花费所有可用幽冥券，扣除幽冥券成功。千机顿悟升级中，升级完毕，宿主当前反应速度及领悟能力提升至原有的100倍。100倍动态视觉加上神级闪避步伐，唐离，看我怎么溜死你！复活了又怎样？不过是多死几次罢了。垂死挣扎，这密度，他就算长了翅膀也躲不开。死吧！这可是黄金级巅峰的无差别覆盖攻击，没有任何死角。他就算有瞬移道具，也逃不出这片绝杀阵。准备乖乖变成刺猬。沈渊，这就是你惹怒我的下场。放弃挣扎吧。你引为傲的反应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千机顿悟开，雷霆 Z 字闪，这不可能，他居然全部躲开了，那可是黄金级巅峰的攻击密度。这不是道具。他的身法和反应速度，怎么可能在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质的飞跃？你怎么可能躲得开我的绝杀？哎呀，小黎黎，你这打招呼的方式也太热情了。不过你这针法不行啊，软绵绵的，连我一根头发丝都没削掉。怎么，是不是看我长得帅，舍不得下手？还是说你其实是在提前练习给老公缝补衣服的手艺？怕扎到我。缝补衣服，我今天就先把你缝成个死人！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躲！大招8排鬼血教，给我镇压！
外面太广了，简直是地图炮。哪怕有100倍动态视觉，以我现在的身法熟练率，还是差了一点点。跑啊，怎么不跑呢？在绝对的火力覆盖面前，身法再好也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这8台鬼血教是唐离的底牌，攻击连绵不绝，我倒要看看他就算能复活，又能在这个绞肉机里撑过几次。检测到宿主遭受8台鬼血教抹杀，复活成功，触发死亡暴击。恭喜宿主抽中特殊防具怨鹰渡刀。该道具放置于背包内即可生效，持续吸收周围环境及敌方的怨气能量，积攒满一定程度后，即可孵化出一只受宿主绝对控制的忠诚鬼鹰。吸收的怨气越浓越，孵化速度越快。原来是个召唤类的孵化器，待在背包里让它自己吸怨气。这破地方别的没有，怨气简直浓得化不过，更好拿外面那漫天大招当养料，孵得越快越好，以后还能多个免费小弟帮我打工。小黎黎，没吃饭吗？这轿子砸得软绵绵的，连给我按个摩都嫌轻啊。要不要歇会儿？为夫可以教你点用力的技巧。你闭嘴！我今天非把你砸成肉泥不可！给我死！现在的近战技巧已经毫无破绽。狼袭突进，借雷霆 Z 自闪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的动作，他的战绩，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行云流水，简直毫无破绽？怪物，他利用了死亡的间隙在进化，他不是在送死，他是在拿唐朝的中一大招当陪练。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糖糖，放了这么久的大招，累坏了吧？你看这满头大汗的，新娘子弄花了妆可就不好看了。还要继续吗？为夫的体力可是好得很呢。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既然大招杀不死你，那我就亲手把你的心挖出来。省省吧，唐离，你的炫亮确实厚得让人绝望，但我早就看穿了你力量的源泉。你以为我刚才死那么多次，真的只是在练身法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进去了。不好，拦住他！他冲着八仙桌去了又怎么？那桌子上的祭品全都是死路陷阱，他要是敢碰一下，立刻就会触发十死无生的反噬。绝境下的病急乱投医罢了，没有通关性，他就是跑到镇守面前也是送死。院子里的香灰是陷阱，但源头在这香炉里。八仙桌摆祭品是祭奠死人，满院喜字却是洗煞邪阵。请神不如解亲，说明这场洗煞根本就是强行拘禁怨魂的邪阵。那具干净的枯骨才是真正的新娘，这玉镯就是结亲的信物。既然信物在此，就该物归原主，用这祭祀的香灰断了这门姻亲。你居然找到了枯骨玉镯！住手！晚了。提示：洗煞阵眼已破除 ，BOSS 名装红煞失去阵法加持，全属性下降90%。你怎么可能把枯井和八仙桌的线索联系在一起？这可是隐藏难度的死局！别急着惊讶，这局棋才刚刚开始。这不可能！刚才明明一直在被单方面屠杀，哪里来的时间去推理阵眼和信物的逻辑？怪胎，这简直是个怪胎！顶着唐离的中一大招，一边在生死边磨练近战战技，一边还能保持绝对冷静的头脑，瞬间砍破破局的关键。他的战斗天赋已经足够恐怖了，可他这变态的解谜直觉，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拦得住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就算阵眼破了，只要这洗煞的幻象不灭，我的血量依旧是你无法企及的。是吗？这满院子的红光确实碍眼，而且这唢呐吹得也太难听了。完全不在调上，阵眼已破，但场景不变。一场完整的洗煞需要信物、礼乐和高堂。玉镯是信物，那这无孔不入的唢呐声，
就是维持幻象运转的礼药频率。找到了，在正房屋檐下。他真以为能砸碎声音？那唢呐声是这片禁区规则的迹象化，根本没有实体。没错，幻音无形，只要它不通言律，这辈子都别想让唢呐声停下。在我这双眼睛面前，所有的规则能量流动都无所遁形。他竟然能看穿规则的节点。礼乐已停，接下来就是高堂的见证了。这面镜子就是整个别院幻象的投影仪，砸碎它，这层壳子就不攻自破。他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一环扣一环，他难道开了全知视角吗？别慌，那面幻象铜镜是深渊魂器的半生法器，极其坚固，凭他现在的攻击力，绝对打不破。正好试试我刚爆出来的神装。最后一步了，小黎黎，该端你的老巢了。提示 ：BOSS 明装红煞所有阵眼法器尽毁，遭到终极反噬，全属性跌至不足巅峰期10%。你这个怪物，全毁了，阵眼法器。本体全被他一个人用蛮力和变态的推理硬生生拆了。我输了，法器被毁，阵眼被破，连底牌都被你踩得稀碎。动手吧，杀了我，这场怪谈你就赢。检测到背包内怨婴渡动，已吸百极阴怨气，能量溢出。恭喜宿主，特殊鬼婴已成功孵化。这就孵化了。刚才又是砸血窖，又是摆邪阵的，怨气太猛，全被这肚兜当成十全大补汤给吸干了。这孵化速度也是没谁了。杀你，我可舍不得，毕竟你刚给我送了份大礼。出来亮个相吧，小家伙。鬼婴，变异种，天赋。该鬼婴伴随宿主怨气而生，已完美继承宿主当前的全部基础属性。状态绝对忠诚，完美复刻我的属性，2万防御，满级速度，我直接多了一个打不死还摸不着的超级肉盾小弟啊！去，忍忍人，这可是刚才给咱俩提供了海量营养的大功臣，叫妈妈。妈妈，抱抱，妈妈，谁是你妈？你不要过来啊！臭流氓，你到底对这东西做了什么？我连恋爱都没谈过，哪来的孩子？快把他弄走！这可怪不得我。他可是吸你的怨气长大的，四舍五入你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啊！不叫你叫谁？来，儿子，多叫2声，让你妈开心开心。妈妈，妈妈，崔判官，那小东西身上的气息，难道是纯血幽冥怨气，半是灵智？错不了，那是百鬼界传说中极度稀有、潜力堪比鬼帝的顶级鬼物——修罗鬼婴。疯了！这个世界疯了！这种级别的顶级鬼物，就算是鬼王见了也要退避三舍，居然被一个人类拿出来了。他居然把一个未来的鬼帝当成宠物一样使唤，还让他去管唐离叫妈，杀人诛心！这沈渊简直是把我们百鬼界的脸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呀！好大儿，光叫妈妈怎么行？去，你妈身上还有点剩饭，别浪费了，当饭后甜点吸了吧。你这小怪物！还真是不客气，吸吧，吸干算了。遇见你这个变态，算我倒了8辈子血霉。从我刚回现实世界，就被强制拉入这个所谓的隐藏难度副本开始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一个单人副本，难度高的离谱，而且不论是机制是 BOSS 的血量，都完美克制我之前的战斗方式。最关键的是 ，BOSS 偏偏又是他。别装死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随机触发的怪谈副本。对吧？强行跨越现实世界的保护机制，精准定位将我拉入禁区，还要布下这种尸死无生的绝杀局。汤离，
看来我在你们百鬼界的高层眼里面子很大了，这是专门针对我设下的绞肉机吧？你竟然早就看穿了，那你刚才还……既然有人费尽心机给我搭了戏台送装备，我不配合演一下，怎么对得起你们的苦心？他竟然连这是个陷阱都猜到了，唐离已经彻底败了，不能再等了。此子绝不可留。既然阴谋被看穿，那就直接用阳谋碾碎他。崔判官，霞姐。哟，幕后黑手终于舍得露面了，我还以为你们打算在下水道里躲一辈子。沈渊，你确实聪明绝顶，战斗天赋更是让人胆寒，但很可惜，今天你注定要死在这里。能逼得我们直接降临，你足以自傲。现在乖乖接受审判吧。深渊魂器开！深渊魂器，你们疯了！这会把整个空间都撕碎的。好恐怖的威压，这绝对超越了黄金级，达到了另一个次元。来得好，让我看看你们百鬼界的终极底牌到底有多硬！哼！哈哈哈哈哈！灰飞烟灭，在深渊魂器的绝对抹杀下，连灵魂都被彻底湮灭，他不可能再复活了。终于结束了，全服第一又如何？在百鬼界的绝对底蕴面前，终究不过是一只强壮点的蝼蚁。那个死变态，就这么彻底死了？警告！检测至宿主遭受超越当前纬度的深渊级灵魂抹杀，最高死亡评价暴击。警告！疼痛破壁机吸收海量伤害，已超负荷运转，转化完成。恭喜宿主一次性暴赚26800张幽冥券，26000多张！我靠，发大财了！这哪是来杀我的，简直是散财童子下凡啊！之前累死累活才赚几百，这两个老鬼一个大招，直接让我实现财富自由。有了这笔巨款，商城里的高阶被动和属性强化，我能直接扫货。收起魂器，我们该回去了。等等，这声音。难不成？不，这不可能！那是深渊魂器，那是连鬼帝要忌惮的灵魂抹杀，你怎么可能还能站在这里？他真的是个杀不死的不死怪物，他连踢死道具都没有，而且他的气息，为什么他被杀了一次，反而变得更加恐怖了？深渊魂器，听着挺唬人，力道也还凑合。刚才那招按摩效果不错，我挺满意的。喂，你们两个老家伙。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底牌？再给我来一下试试。怪物，简直是怪物！这个怪物根本就不是常规手段能杀死的，他的复活毫无代价，甚至越死越强。那怎么办？深渊魂器都碎了，难道我们今天要栽在一个人类手里？常规手段不行，那就彻底切断他的力量源泉。这是阎王大人赐予的终极禁忌法器镇魂钉。没错。只要将这枚镇魂钉刺入他的体内，就能永久封锁他那诡异的复活系统，让他彻底变成一个凡人。但这法器反噬极强，必须由施咒者献祭自己全部的灵魂作为代价，才能激活。唐离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现在轮到你为百鬼界尽忠了，拿着它去和沈渊同归于尽。崔判官，你要我献祭灵魂去和他换命？霞姐，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一旦献祭灵魂，我就彻底魂飞魄散，连轮回的机会都没了。求情，唐离，你该不会真以为我把你当好妹妹了吧？你不过就是个随时可以牺牲的低阶鬼怪罢了。用你这烂命一条换全服第一的命，这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能为百鬼界除掉大患，是你的荣幸，还不快去！原来在你们眼里，我从头到尾就只是一件用完就扔的炮灰工具。永久封锁系统的镇魂钉，这玩意儿听起来确实有点克制我的复活机制。不过，这百鬼界的高层还真是经典的纯种反派啊，打不过就开始献祭自己人。这小妮子虽然傲娇脾气差，但还不至于坏到骨子里。被自己人这么背刺，估计3观都要碎一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难道你想违抗阎王的法旨吗？这荣幸，你们谁爱要谁要，我唐离绝不当你们的炮灰！你敢造反！放肆！区区一个底层怨鬼，竟敢违抗阎王法旨！
既然你执意找死，那我就先清理门户。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崔判官，先联手宰了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，再用幽冥禁阵去杀那个姓沈的。结束了，与其被他们当成炮灰献祭，这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沈渊，你为什么救我？救你？别自作多情，你现在可是我的粮仓，加上刚才那声妈，四舍五入你也算我半个人。我沈渊的东西，什么时候轮到这两只丧家之犬来碰？这两个老登真是不懂规矩。我刚看上的御用 NPC 兼刷怪包，哪能让你们当着我的面给扬了？你居然敢正面硬接我们的幽冥死虎，这不可能！硬接？不，我只是嫌你们太碍眼了。刚才打了我那么多下，也该到我的回合。内牵鬼丝，给我穿！这是什么级别的力量？不，崔判官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一击秒杀黄金级高阶，好，必须马上回百鬼界。只要回到百鬼界，哪怕阎王怪罪，也比死在这个活阎王手里强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给我把命留下！阎王大人不会放过你！他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，一击秒杀！那可是百鬼界的高阶判官啊，在他面前竟然脆弱的像纸糊的一样。这个男人的实力简直深不见底。结束了，百鬼界已经彻底抛弃了我，不仅要把我当成炮灰献祭，连退路都给我堵死。更可悲的是，我还身中那该死的契约诅咒。诅咒的规则是绝对的，如果在4个副本之内解决不了沈渊，我就会遭到反噬，彻底魂飞魄散。现在已经是第3次交锋了，凭他的实力，就算再给我100次机会，我也根本杀不了他。横竖都是死，我已经没有任何希望。动手吧，沈渊！我现在法力全失，被组织背叛，早晚都是个死。能死在你这个怪物手里，总比回去被百鬼界当成叛徒折磨要好。给我个痛快吧，别再调戏我。这丫头也是个可怜鬼，给人打工不仅没工资，连命都得倒贴进去。这百鬼界的职场霸凌，真是连鬼都不放过。不过现在她这副引颈受戮的样子，倒是顺眼了不少。闭着眼睛，眉头还皱这么紧，怎么，这副视死如归的表情，难不成是以为我要亲你啊？你这个死变态，臭流氓！我都已经是个将死之鬼了，你还要占我便宜？你以为我愿意次次追着你杀吗？我早就被跟你缔结了契约诅咒，如果4个副本之内杀不掉你，我就会遭到规则反噬，彻底魂飞魄散。现在已经是第4次了，百鬼界也彻底抛弃了我。只要副本结束，我连第5次见你的机会都不会有了。反正马上就要反噬而死，你还不如现就动手，给我个痛快！原来是契约诅咒，难怪这小妮子之前跟个打工人拼业绩一样，疯了似的追杀我。4个副本之内杀不掉我就会死。不过说起这进度次数，好像有人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检测到判官崔杰与霞姐强行祭出深渊魂器干预副本，触发了超越当前维度的独立抹杀机制。SS2级道具卡组队契约，当前符合条件目标鬼嫁娘唐离，契约进度变更为4/4。想死？那可由不得你！你欺负了我那么多次，欠我的精神损失费还没还清呢。就算是阎王爷现在来收人，也得给我往后排。欺负？谁欺负谁啊？这是契约之力的气息，这家伙又要干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上面的气息比阎王的法旨还要霸道。这可是个好东西，本来还差1次进度，得多谢你那2个好上司刚才不讲武德，强行插手，硬生生把进度给刷满了。小莉莉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命百鬼界说了不算，契约诅咒说了也不算，只有我说了才算。好痛！
时间到了，契约诅咒的反噬已经开始了。沈渊，你离我远点儿，免得被我的死气沾染。离你远点，那可不行。你看这副本叫什么？喜杀，满院子贴的都是大红喜字，红绸也挂好了。唢呐虽然难听，但也算吹过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之前穿嫁衣的红盖头，可是我亲手掀的。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了，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全占了，不如咱们今天就把这事儿给办实了。办实了？直接原地成婚，达成组队契约。一旦契约结成，你就是我断属鬼宠。我的规则将完全凌驾于百鬼界之上。区区一个契约反噬诅咒，我这就替你把它给碾碎。他这哪里是要救我？他这分明是趁火打劫，拿契约当婚书，强制要把我变成他的私有物。趁人之危的死变态，谁要跟你原地成婚？王离就算是今天当场魂飞魄散，外边也绝不屈服于你的流氓逼婚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。组队契约的绝对威压，就算是你们阎王来了，也得乖乖正好。更何况是你这个马上就要消散的小残血。挣扎无效，娘子，乖乖按手印吧。抗议无效，强买可是我的强项，这手印你今天按也得按，不按也得按。你到底把什么东西打入了我的体内？警告：检测至目标体内存在高阶契约反噬诅咒 ，SRS 级组队契约最高权限触发，高于当前副本维度，正在进行强行覆盖与抹除。诅咒，契约诅咒的反噬竟然真的被强行抹除了，连阎王都解不开的死局，居然被一张卡牌给碾碎了。可是，这股直击灵魂的契约力量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能感觉到我的灵魂好像彻底对他敞开了？生死意识全都在他的一念之间。不错嘛，俗话说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我这专属契约鬼灵换了身新行头，看着顺眼多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，小丽丽？是不是被为夫这砸钱救你的霸道举动感动得痛哭流涕，准备以身相许了？谁要对你以身相许？你这个趁火打劫的臭流氓！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什么专属契约鬼灵？你凭什么未经我同意就强行绑定我的灵魂？救命之恩，签个卖身契不过分吧？再说了，你刚才在心里骂我死变态，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啊！你能听到我的心声？当然，组队契约一成，灵魂共通。现在你就是我的私有财产，你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情绪，我都了如指掌。所以，别再想那些没用的了。以后百贵界不要你，我要你，乖乖跟着我。以后有我一口肉吃，就绝对少不了你一口汤喝。现在叫声主人来听听，或者继续叫老公，我也不介意。你无耻！你想得美！我咬死你！我咬死你！呸呸呸！皮糙肉厚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死变态！我堂堂鬼嫁娘，凭什么给你当私有财产？你以为签了那张破纸就能对我为所欲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好，既然签了卖身契，能不能为所欲为，可就不是你说了算了。不信，那咱们试试契约的强制指令。小丽丽，过来，投怀送抱。我就不过去，你能拿我？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倒是很诚实。跑得这么快，生怕我跑了是吧？死变态，快解除这个恶心的指令！你放开我！这家伙身上居然还挺暖和的。呸呸呸！唐离，你想什么呢？跟着这个能无限复活，连深渊魂器都能硬扛的变态怪物，虽然丢脸了点儿，
但总好过灰飞烟灭。以后天塌下来，好歹有这个高个子顶着，不用我再担惊受怕了。这家伙不会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可以听到他的心声吧？行了，别骂了，再骂就扣你伙食费。既然上了我这条贼船，以后就乖乖当我的御用保镖吧。我警告你，我是高级鬼怪，卖艺不卖身，端茶倒水那种伺候的活我可不干。行行行，都依你。流氓，死变态，不要脸！你占我便宜！喂喂喂，讲点道理好不好？刚才可是你自己手脚并用，死死抱住我腰的，我推都推不开。现在倒打一耙，说我占你便宜，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啊！你无耻！明明是你用那个什么破契约控制我的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掉，这个不讲武德的变态！我堂堂鬼嫁娘，怎么偏偏栽在这个活阎王手里了？小黎黎，温馨提示一下，契约连通之后，你在心里骂我活阎王，我这可是自带立体声环绕轻笑的，听得一清二楚。这波虽然凶险，但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百鬼界的2个高层被我彻底挫骨扬灰，不仅除了隐患，还硬生生帮我刷出了26000多张幽冥券。靠着这笔巨款，我的属性和战绩直接拉高了1个维度。现在就算再对上他们，我也能正面碾压。最重要的是，不仅得了个变异的超级肉盾小弟，还白捡了一个接近30万血的大 boss 做随身打手。这待遇，全服也是独一份了吧？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笑我眼光好，挑了个这么可爱的专属保镖。行了，别气了。你虽然成了我的契约鬼灵，但这洗杀副本的通关提示还没弹出来呢。走吧，带路，咱们把这破副本最后的一点油水搜刮干净，把通关流程走完，然后回家睡觉。别动手动脚的，我只负责带路，打架搜刮你自己来，我可不给你当苦力。行啊，只要你晚上给我暖床，这些粗活累活都交给我。沈渊，你去死吧！走那么快干嘛？赶着去投胎啊？没看见我现在虚弱的很吗？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家伙刚才那一拳秒杀摧残馆的样子，确实挺帅的。他的实力简直深不见底，跟着这么个护短又逆天的怪物，以后在惊悚世界里，我岂不是能横着走了？哎呀，我在想什么？他可是个变态流氓。横着走没问题，不过嘛，夸我帅就直接夸，在心里偷偷发花椒算怎么回事？你又偷听我心里话，你这个偷窥狂！契约被动技能，我也没办法，谁让你心里的想法这么大声，吵到我眼睛了。阵眼已破，幻象已除，但系统迟迟没有判定副本通关，说明这洗杀的核心输入不在。洗杀这种恶毒的诅咒，玉镯和花轿不过是媒介，在传统的玄国风水中，真正能定下因果、所度愿望，只有一样东西，那便是缔结契约的证。香炉是沟通阴阳的器皿，刚才被我砸碎了玉镯，引发了反噬。按理说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阵法最核心的压胜之处，用最重的香炉压住最阴毒的契约，藏得挺深，可惜遇到我了。居然还藏着个暗格，我作为这个副本的 BOSS， 竟然都不知道有这东西。所以说你是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的傻白甜。找到了，副本的核心道具——洗煞婚书。小黎黎，你看这朱红风气印章多有仪式感。咱们俩现在可是连系统认证的血气都有，这下又拿到了这份官方复刻的婚书。你想
想干嘛？双证齐全，合法合规。你现在不仅是我的契约鬼灵，还是这副本认定的新娘子。你说我要干嘛？夜深人静，孤男寡女，不如咱们这就把没办完的事儿给办了。滚！死变态！你赶紧把这破东西给撕了！只要这玩意儿还在，洗杀的诅咒就永远有源头。只有彻底毁了它，这隐藏副本的最后一道屏障才会真正撕裂。正是咱们俩缘分的见证。小李丽，你这么急着销毁证据，该不会是以后不想对你负责吧？谁要对你负责？你这个满脑子废料的死流氓！你死不死？你不死我打死你！哎，别急啊！既然你这新娘子都发话了，我这做新郎的哪敢不从？闭嘴！再说了，咱们现在可是有系统最高级别认证的组队契约，确实用不上这种什么小纸条。闭嘴！快撕！怎么回事？天要塌了吗？不是天塌，是这破掉的牢笼被打破了。丁，最高级别通关播报，恭喜玩家沈渊成功单人通关未定级隐藏死亡禁区洗煞，通关晋级 SSS 级，完美破局。该禁区已永久关闭，历史记录已被彻底打破。听见没？小精灵都替咱们全服播报了。你看，咱们这正刚领完，份子钱都给随上了，这排场够大吧？你放屁！那是小精灵播报，谁跟他正经1秒钟？傲娇怪明明心里松了一大口气，嘴角都快压不住了，还要跟我在这嘴。行了，别傲娇了，通关发大财，还顺手拐了个顶级鬼宠。走吧，我的专属保镖，带你回家。回家就回家，别拉拉扯扯。我可警告你，回去必须给我准备最好的极阴滋补品，不然我咬死你！怎么没吃饭啊？继续杀我啊！怎么还是杀不死啊？我受不了了！你也没吃饭吗？小黎黎，别捅哥腰子，朝着心头，我要升旗。谁来收了这个变态啊！你懂的，第2季等你哦。